普京转变战略方向，点名中国方案，开出停火条件。俄乌冲突1年多，为什么许多国人对普京的好感度有所增加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康旭说。俄乌冲突已经持续1年有余，这目前依旧处于焦灼的状态，谁都不能准确地预测最后的结局。那此前，联合国举行了关于俄罗斯是否应该无条件撤兵的投票，141个国家意见一致，赞成俄罗斯无条件撤兵。当然了，联合国的意见在涉及五常的时候，自然是没有什么约束力，俄罗斯自然不会理会这种没啥意义的投票。那相信仔细的伙伴可能也发现了，俄乌冲突持续1年多，乌克兰口中曾经出现的春季大反攻似乎已经是没了声响，而此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境轰炸似乎也没了啥动静啊。在这种背景之下，和谈就成了解决军事冲突的最佳途径了。事实上，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，这确实是一件好事。俄罗斯方面不止一次地释放过和谈信息，那不可否认，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，世界渴望和平的声音就要越大。那么，作为国际上倡导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，中国也提出了相应的中国方案。那么，俄罗斯方面开出了停火条件，表示除非乌东4地归属权属于俄罗斯，不然俄方不会承认解决俄乌冲突方案当中的提倡。那此外呢，普京政府也曾经表示，不排除以中国在俄乌冲突1周年提出的12点方案作为乌克兰达成协商的基础。那么我们也知道啊，这乌克兰方面自然不会同意俄方的条件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继续打。在此背景之下，普京转变战略方向。日前，普京对外宣称，俄罗斯将大手笔投资无人机领域，投资金额将会达到1万亿卢布。那不得不说，普京已经不只是着眼于当前的俄乌冲突了，那更多的是远东，他在为以后有可能面临的严峻形势做准备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虽说这俄乌冲突打到现在，俄罗斯方面的进展不大，但是也出现了一个现象，国人对普京的青睐度有所提升。试问，这为什么许多国人对普京的好感度有所增加呢？个人觉得呀，那可以从以下的角度来进行分析。首先，慕强是人类的天性，这一点毋庸置疑啊。且不说他在政坛上的成就呢，光是个人魅力已经是一骑绝尘了。那试问，在当今的各国领导人当中，有谁能够做到像普京那样会开飞机、潜艇、游泳、滑雪、柔道等等爱好，而且是耍得样样精通呢？这抛开普京是俄罗斯领导人这一身份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——特工。那试问，一个满身是技能的人，那怎么可能会没有粉丝呢？况且，这并非作秀啊，而是实打实的铁腕，一个硬汉，一个真正的硬汉，又怎么可能不会吸引人呢？其次，那就是普京的魄力，真正是做到了硬汉的形象。我们都知道，美国欺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胆量和魄力选择和美国硬刚的，但是普京做到了，俄乌冲突是一个最佳的见证。那最后呢，普京对华释放的善意，让我们觉得并非是孤军作战。美国将中俄视为假想敌，在此背景之下，中俄背靠背共同面对美国带来的危险。而且啊，中国的发言，普京也有认真的听取。这简单来说，俄罗斯做到了对中国的尊重和友好，这一点与美国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此前马克龙和普京谈判，中间隔着椭圆形的圆桌，马克龙可能也没想到这桌子能够相隔这么长的距离。而当中国前往俄罗斯和俄罗斯交谈时，马克龙估计是更加惊讶的。原来这张椭圆形的桌子还能距离这么近。那简单来说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看到敌人挨打，谁不拍手叫好呢？俄乌冲突1年多，普京转变了战略方向，开出停火条件，点名中国方案。从某种程度上，那也算是挺了中国一把。那正所谓，朋友来了有酒肉，这敌人来了有猎枪啊！中国民众喜欢普京，那也是不无道理的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